哎，这个新的 task 有点复杂啊。哎，我可以用上这些 AI 工具，呃，可是这个工作量仍然还是好大呀。哎，又不得不开始提到这个沉重的话题了。这2年以来呢，AI 的出现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也让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工作生活节奏变得更快了起来，我们变得更忙了，而并没有减少我们手头上的工作。更糟糕的是呢，现在公司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在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说 AI 提效了，我们现在要更少的人，我们就大举裁员。这个趋势呢，已经不可避免了。AI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肯定会不停的去改变我们的市场的当中的用工的这个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学习新的技能，甚至会出现新的岗位。现在还没有，但是未来肯定会出现类似的岗位。如果我们不能够适应的话，也是很难生存的。像程序员这个行业呢，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在像 Cloud Code 这样的工具的存在，使得很多程序员的工作最终就只变成了我就 review 一下代码就完事儿了。而像 Anthropic 就是推出 Cloud Code 的这个公司呢，他们内部几乎都不再人工去写代码了，古法编程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历史。像 Boris Cherny 就是 Cloud Code 这个开发者呢，他也承认说，我基本上不太再需要去手动去写代码了。Computer 这个词呢，在过去可代表的是一个职业啊。在上世纪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因为很多军人参加战斗呢，妇女需要去支援前线，他们呢就参与了这个新的叫 computer 这样的一个职位。什么呢？他们坐在类似于打字机、计算器这样的一个设备前呢，去做一些绘图啊、计算相关的工作，来帮助前线的这些战士。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这个职位才开始变流行。不只是在战争中发挥作用 ，computer 这类职业呢，也参与了很多研究的这些工作。直到上世纪中后期，恩尼亚克这种大型的 mainframe 的机器出现之后呢，人们才开始逐渐的将 computer 这个词呢，不再引用为这个职业，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机器了。而这个呢，也很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看到的新的程序员的面貌，它将不再是人，而是编写代码的机器。AI 教主黄仁勋，也就是英伟达 CEO， 他也曾说过 "Coding is soft"， 就是现在我们的人工编码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它确实已经是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就是机器可以很好的，或者说很大范围程度的解决我们代码的这些问题，而实际的软件工程可能要花一些时间。不光是程序员这个行业，影视行业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前一阵不是 C-Dance 出来了吗？哎，大家争相的去用这个产品，然后呢，大家发现这个生成的视频的质量已经堪比真人了，你很难分辨出来它到底是真人演的还是一个 AI 的这个形象。像短剧制作平台红果这样的，他们已经内部开始有了这样的规定，如果说你的这个剧本当中，除了这个主角和一些重要的配角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很好的这个需要表现的这些角色，如果只是出现在背景当中等等的，那这些角色或者叫群众演员呢，将全部由 AI 生成。AI 在这个影视后期当中的这个能力在不断的提升，那未来就会有更多的摄影师啊相关的这些职业将面临失业的这个困扰。你可能会问，那其他行业呢？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报告出来，我们来看一下。AI 大神，也就是 Vibe Coding 这个词的发明者 Andrew Karpathy， 他近日呢，根据美国的这个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呢，做了一个图表。我们就先看一下被 AI impact 这么
多的这个美国的就职者，他们在各行各业当中被 AI 冲击的这个比例有多大？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巨大的表格啊，这个红色和绿色相间，就有点像股市那种感觉。这是代表的它的职业 AI exposure。然后我们看啊，有一个职业叫 medical transcriptionist， 它的 AI exposure 达到了10分啊，就是说10分是满分，它是满分，相当于这个行业已经是100%被 AI impact 了。这个职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相当于你去看病的时候，他要把你最终看病的这个 summary 以及你跟医生对话的这些信息啊，然后最终转录成一个文档，比如说你可能看完病之后拿走这个文档，或者是他直接发给你一个电子版。这个职业呢，几乎可能就是不存在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还有像我们看到像程序员这个职业 software developers， 它的 digital AI exposure 也非常高，就是10分满分已经是9分了。对，就如果你是做比如说 AI engineer 或者是偏 research 相关的，或者是 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这样的职业呢，可能相对安全一些。如果是传统的这个程序员的话，可能还是会被 heavily impact。然后我们再看啊，像律师这样的职业呢，它居然也有这个8分的这个 exposure 了，就是8分相当于什么概念呢？那基本上就和9分非常接近了呀。虽然你律师是高薪，但未来可能也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就不需要那么多就是律师嘛，尤其是这个见习律师。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工作呢，比如说这个职业叫 hand laborers and material movers， 这个就是纯人工劳力的这些工作，反而它的 AI exposure 呢只有2分。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蓝领工作开始变得流行，就是它没有那么的受 AI 的这个 impact， 就是你还可以去从事这样的这个工作。但是未来如果机器人变得盛行，尤其是具身智能变得更厉害的话，这个分数可能还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比较关心的是，这个 AI 裁员这么多，那些 CEO 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也会被影响呢？他们的 AI exposure 呢也有6分，这个分数也不低了。但是你很难想象说一家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全部被这个 agent 取代了，有点奇怪是吧？但是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谁知道呢？我们看看未来会怎么发展吧。不知道你所处的行业在这个表格当中，它的 AI exposure 是多少呢？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将它 link 在了这个评论区的下方，你可以自己去查看。那很多朋友可能说 AI 现在如果要淘汰这么多的这个职业，我们未来怎么办呢？尤其是如果我的行业跟 AI 不沾边怎么办？现在很多说法是，如果你学的是文科，反而是更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问大语言模型一些比较确定性的问题的时候，它能给出很好的答案。就是他知道这个，比如说1是1，2是2等等的，相关的像会计啊，或者是写一段程序啊，等等这些比较确定性的事情，整理一些表格，对不对？这些都是理科范畴的，而文科范畴，要解决的问题是相对比较模糊的。比如说，我怎么就是把这个广告打出去，对吧 ？Go to market， 或者是sales 怎么把产品更好的卖出去，或者是一些交叉学科，等等相关的这些工作，而这些比较模糊的地带，反而是人会比较有价值的地方。拿 Daniela Amodei 的这个例子来说呢，她是 Anthropic founder 的妹妹，她的背景呢正好是本科学的这个英语语言文学，她并不会编程啊。她毕业之后呢，做了这个政府工作，之后转去了 OpenAI、Stripe 这样的公司，做一些运营和安全政策相关的工作，最后和他的哥哥一起创办了 Anthropic。
他的这个经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在 AI 时代，学文科反而更重要。黄仁勋呢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未来人们的聪明程度将不再由他们的智商决定，而更多是取决于能不能更好的利用好 AI 或者眼前的这些工具来帮他们解决问题，或者是呢有敏锐的判断，能够知道在不确定的环境当中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获得成功。这些呢完全不是你去学一些硬核的知识而获得的，而是更多的和人的这个环境打交道才能学习到的。希望这一期的分享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